哎，你发现没？现在都2026年了，去德国汽修厂看看，举升机上那些混动车，早就预料到的机械灾难正在全面爆发，根本藏不住了。什么混动是过渡技术，是桥梁，行业背后的真相，这下彻底捂不住了，洗也洗不白。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代车型慢慢垮掉，被自己过于复杂的结构给活活拖垮，玩崩。车企营销吹了那么多年，说混动集两家之长，既有燃油的优点，又有电动的优势。结果呢？到修理厂一看，这哪是车啊，根本就是科技版弗兰肯斯坦，硬生生把车主坑进经济大坑。你想啊，车企把高效率但特别怕温度突变的燃油发动机，跟好几吨重还会自然老化衰减的高压电池，再加上复杂到离谱的电控系统，全给硬凑在一起，这复杂程度哪像一台靠谱的家用车，简直像个随时会崩的数据中心。2026年行业摸底结果很明确，混动就是一场用铝和锂堆出来的彻底破灭的谎言。从物理原理上看，问题特别简单，修车老师傅都懂，混动系统的发动机经常在冷车状态下就被强行拉满负荷工作，比如高速上电用光了，或者你猛踩油门加速，车速130的时候，冷机突然被强制启动，还得立马输出最大功率。这种冷热骤变对缸盖、涡轮、轴瓦来说，简直就是慢性毒药。数据也摆在那儿，混动车一过质保期，故障率直线飙升，二手车价格更是断崖式下跌。道理谁都懂，结构越复杂，车越不耐用。现在看明白了，铸铁机械简单可靠的老派造车工艺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，而那些精密堆砌的混动系统几乎注定提前趴窝，半路报废。这期内容我们不讲情面，按7个等级，从只会唬人的花架子到机械硬伤全暴露的翻车王，一个个扒掉那些二手市场的混动定时炸弹。咱们聊聊他们背后的通病：气门过早磨损，电池早早衰减，电控系统一过租期就集体罢工，全是实打实的毛病，一点不夸张。第7名，30欧蓝德 F1V， 车型代号 GN， 这车在短命混动榜上排第7，说的就是 GN 这款插电混动。参数上写的挺好听，什么阿特金森循环，省油又高效。可一到修理厂，真实情况全露馅，机械和电路都早早掉链子，两边都不行。核心问题就是负载分配太失衡，它那个高压电池衰减速度快得离谱，日常开起来很多本该电池干的活全都甩给发动机硬扛。可发动机哪受得了这么长期超负荷运转啊？实际用起来，电池散热经常跟不上，电芯老化的特别快。电池一不行，发动机就得一直高转速运转，活脱脱变成一个大号发电机，磨损程度跟长期超载的工业机器差不多。车主普遍反映，电池容量一下滑，油耗立马飙升，整个混动系统彻底成了摆设。统计数据显示 ，GN 款开满4年就容易出现电芯短路，车子直接锁死在永久跛行模式。明摆着，这套系统全靠新电池撑着，电池一老，全盘垮掉，二手车根本没法买。换一套电池的钱，经常比车本身还值钱。二手接盘的人纯属踩坑，买了就是赔钱货。第6名，标致508 PSE 代号 R8。第6名颁给 R8 款的标致508混动性能版，这车简直就是小马拉大车的翻车现场。你瞅瞅，就一个 1.6 升的小发动机，愣是靠疯狂加涡轮压力，再硬塞个电机，把动力往死里逼，早就超出这机器能扛的极限了。实测结果一点没留情面，直喷发动机配上混动那种频繁启停的节奏，进气门积碳积到妈都不认识。市区里开开停停，发动机刚点着就熄火，温度都没上来过，积碳根本烧不掉。修车师傅也吐槽 R8 这款低速状态下老是早燃，低转速莫名爆震，精密活塞直接给震裂了都没商量。说白了，这么重的4驱混动车配个小发动机，全程都在硬撑。电池一没电，电机不帮忙，这小机器就得自己扛着将近2吨的车重，涡轮温度直接飙红。不少车主也反映正时链条异响，怠速抖得像筛糠，基本都是大修的前兆。很明显，厂家为了油耗数据，把发动机的命给豁出去了。508 PSE 根本是条技术死路。5年质保一过，这车基本就剩废铁价，高配4缸修起来贵上天，谁接盘谁冤种。第5名，沃尔沃 XC90 代号 SPA， 这辆来自瑞典的旗舰 SUV 混动版排到第5名。打开引擎盖一看，那么大个机舱居然只塞了个4缸发动机，还硬是加上了机械增压、涡轮增压和电机3套系统，感觉纯粹是为了堆配置而堆。理论上说是动力又顺又持续，实际上开起来机舱散热根本跟不上，直接变烤箱。
修车师傅们都知道 SPA 这代发动机缸盖水道做的是挺精细，但架不住混动系统老是冷热交替折腾，时间一长，缸体出现细微裂纹，冷却液慢慢渗漏，简直成了标配毛病。机械增压和涡轮增压的控制逻辑也太复杂了，随便一个传感器出点小问题，发动机就容易稀薄燃烧，一不小心就把活塞顶给烧化了。有数据说 SPA 混动版的水泵、发电机这些附件故障率比普通燃油版高出一大截。混动模式下，这些零件基本一直在满负荷运转，根本闲不下来。所以想买 XC90 混动的朋友得想清楚，这车开过5年，维修费就是个无底洞，随便修一次都可能让你肉疼。它说白了就是做给第一任车主看的宣传车，根本经不起长期使用的磨损。真正懂车的人一般都会避开这种重 SUV 还硬塞复杂4缸混动的版本。第4名，宝马 330e， 车型代号 G20。这第4名可太有说头了。G20 这代宝马 330e 混动，宝马的造车功底是没得说，可一进租赁市场，混动的残酷现实就全暴露了。这车最大的毛病就是曲轴主轴瓦磨损特别严重。你想啊，高速上正跑着呢，燃油发动机经常冷不丁的就高负荷介入，机油供给得从0瞬间拉满。可这时候机油又冷又稠，关键的启动瞬间润滑根本跟不上，结果轴瓦直接就缺油磨损。修车厂都发现，这 G20 混动开个10万公里就会出现以前30万公里才有的轴瓦损伤。还有更闹心的，装在变速箱壳里的电控模块，变速箱油温一高，加上电路时不时来个峰值负荷，里头的焊点就容易老化开裂。车子过了5年，电控一坏，厂家根本不给你单独修，只能整个变速箱换掉。车主一看报价都傻眼了，维修费都快赶上这车现在的二手价了，而且电路还老乱报故障，动不动就趴窝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。说白了 ，G20 混动就像一场高风险技术投资，复杂的电子系统反而把宝马原本扎实的机械底子一点点给拖垮了。宝马本来卖的是好开操控强，结果车主天天往修理厂跑，修系统故障，这谁受得了？第3名，奥迪 Q5 T-Flashy， 车型代号 FY， 能挤进前3，这 FY 款的 Q5 插混看来是真有点东西，不过都不是啥好事儿。本来这车燃油版用的是个4缸机，口碑挺稳的，结果硬要往里面塞一套混动系统，好嘛，直接搞成了机械灾难。最大的毛病出在热停机上，你想想，高速跑得正欢，一进市区，混动模式下发动机说熄火就熄火，可这时候涡轮还滚烫滚烫的，根本没机会好好散热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它那个电子水泵排量不太够，没法及时把缸盖和涡轮憋着的那股高温带走。时间一长，涡轮油路里的机油直接就给烧糊了，结焦积碳没商量。你去修理厂看看，开了4、5年的 FY 款 Q5， 涡轮陆续报废都快成常态了。还有个公认的短板，就是它那个复杂的热管理模块，一大半都是塑料的。混动系统老是冷一阵热一阵，这塑料件哪扛得住啊？时间久了就容易裂开渗漏。这要是冷却液漏进电路插头里，好家伙，整车的电控系统就得连环报错，直接趴窝。有数据显示 Q5 混动在同级别车里没计划突然就进修理厂的次数那是名列前茅，很多车主都碰到过，混动系统不知道为啥突然就报故障，最后没辙，只能整套总成换掉，又烧钱又折腾。明眼人都看明白了， FY 款的燃油版挺靠谱，可这混动版就像一颗等质保期一过就准时爆炸的定时炸弹。专坑那些已经出了保的车主，说到底就是太复杂的设计，把实用理性给彻底压垮了。第2名，奔驰 GL 350DE， 车型代号 V167， 这车可以说是个奇葩组合。V167 款的柴油混动给了它最大的问题是尾气净化系统基本报废，柴油机在混动模式下时断时续的工作，还经常处于低效的低负荷状态，结果颗粒捕捉器和 SCR 系统根本热不起来，达不到自清洁需要的温度。修车厂都见惯了颗粒捕捉器老堵，尿素喷嘴，动不动就结晶卡死，发动机简直是被自己的环保装备给憋得半死不活，再加上电池重得离谱，将近400公斤，底盘和机脚长期超负荷，没开多久下摆臂就松了，液压机脚也容易裂。柴油混动本身就很矛盾，柴油机本来适合跑长途，结果被混动系统硬生生改成了短途凑合用的工具人。数据上看，3年之后，传感器和尾气处理系统的维修费高得吓人。车主常年看着发动机故障灯亮着，尾气参数稍微不对，整车电控就直接罢工。GL 350DE 纯粹是被政策逼出来的产物，结构上根本做不到老奔驰那种扎实的耐用性，它简直是整个行业跑偏的典型，丢了扎实的机械功底，换来一堆难伺候的电子传感器。第1名，路虎揽胜 FEV， 车型代号 L460。
混动车不靠谱排行榜的冠军绝对是它 L460这款揽胜插电混动，堪称混动不耐用之王。英国车就爱把设计搞得太复杂，再加上零件根本承受不住那种高强度负荷，没一个部件能撑得久的。我们实际拆开一看，高压电控系统硬塞进本来散热就不行的发动机舱，结果热量根本散不出去，严重积热。电池、电机、发动机3套散热系统还互相干扰，随便一个小水泵出点毛病，整个系统直接趴窝。现在修理厂什么状况？这 L460混动版连在诊断电脑前看病的时间比它上路跑的时间还长。有车主遇到过开着开着整车系统突然死机，直接撂在路口不动了，电压一波动，所有控制模块全掉线，彻底失联。从机械结构上说，这车简直是场噩梦。车重本来就大，混动系统的动力输出还经常不协调，搞得传动轴、差速器磨损快的破纪录。数据也显示 L460 插混因为电子故障彻底报废，修都修不了的比例稳居第一，结构复杂到离谱，一出保修期，连专修厂都不敢随便接这活。懂行的人都清楚 ，L460 揽胜混动就是混动谎言的代表作，一台卖15万欧元的豪华车，开5年基本等于报废，没人敢接手修，风险大，成本高，根本扛不住。这牌子早就把耐用务实的造车初心丢光了，拿数字科技的假象换掉了以前那种铸铁般的可靠性。到2026年，这种衰败算是彻底没救了。买这辆二手混动根本不是买辆车代步，是给自己办了张长期破财受罪的会员卡。理性造车的时代已经结束，昂贵工业垃圾的时代正式来了。